玩第一点。像姑婆芋，它们都是有毒，但是这个龟背芋它很特殊。确定吗？确定。对，它果肉已经熟了。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哇，哪里啊？这个，对，这是蜂，对，它很像苍蝇，又长得很像有翅膀的蚂蚁。你拿这么大一桶啊，你只抽这么一点点，它这是酸的。对，重头戏来，全部就是要等它。有看到？来，在那里吗？有没有？哦，有没有骗你？黄头路，万路朝红。山、神木、铁道、日出，大家来阿里山玩呢，都会着重在这3个重点。但是阿里山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比如说阿里山有很有名的万路朝凤，万路朝凤。我们从梨园寮出发，来去看看没有看过的阿里山。今天来到阿里山，但我们不看日出，不找神木，我们来到800至1000公尺的阿里山腰，感受宜人的初秋气候。第一站当然要先品尝闻名全世界的阿里山茶。文人喝茶，武侠也喝茶。透过茶的文化，在台湾你可以聊出你的人生经验。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阿里山，阿里山的茶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高山茶。在阿里山有2种茶，一种叫金萱，另外一种呢是乌龙。那台湾茶到底有多好？光看叶子，你可能只能看得出，哇，它很漂亮。它泡出来的味道是什么呢？那你必须泡了以后才会知道。你好。我们这里是泰兴村，我们最有名的金萱茶的故乡。这金萱茶的味道，我想大家都品尝过，也知道它富含清香滋味。但大姐说，来到阿里山，如果只这样喝茶就逊掉了。在这条飞瀑步道上，除了是号称台版的小九寨沟，还能在满载负离子的瀑布下面泡茶饮茶。哦，来看看是怎么样的喝法呢？喝个茶，也要挑这样的地方喝。我们现在泡的这个是什么？金萱茶。金萱有名的金萱。不是这种茶是很特别的。那把它移到户外来的作用是什么？芬多精。对，负离子。负离子，芬多精跟负离子会让你觉得哇，舒爽，神清气爽，然后后面又有瀑布的声音。好，那豆哥，我们现在第一套茶汤好了，我们现在品第一道茶汤。好，对不对？谢谢。通常我们喝茶会有3口喝，甘甜，花香，一点点的奶香。第一口进去的时候是，你会先有奶香。你那奶香的香气直接就一小口冲上来。第2口的时候就是你说的花香，对。第2口的花香就很浓郁了，但第3口的时候你就会喝到茶本身的味道。对。哦，好舒服哦，自己就好像那个侠客，这明明就是画里面的样子哎。所以我说要带你来茶旅行。哦。茶不只可以有这样子，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加一点点大自然的元素。哦。竹筒烤茶，还以为这茶席是特地为我而设的，但大姐说这泰兴特有的茶旅行哦。接下来就看看什么是竹筒烤茶吧。烤
茶怎么烤？泰兴的金萱茶，金萱对啊，金萱。对，然后呢，竹我们把它筒要干嘛？装到竹筒，装到竹筒里。啊，这烤了就可以直接吃哦。要泡。要泡，它会是什么味道？咦，这个就等一等，让你喝喝看。这蛮浪费的。金萱这么好的茶，知道它加了竹子的水之后有多么的好喝吗？真的哦。再来，观音竹叶。竹子的水是很降火气的。好，来烤。来到炉火上来直接烤，来直接放上去烤，直接上来。其实我们在烤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等它的茶叶的汁去融合我们的竹子的汁，然后它融合起来之后，它的茶叶喝起来会有竹子的香味，还原本的茶香也都还在。那其实它茶汤的颜色会变得更深，所以喝起来会更回甘。对，然后它竹子的表面开始会变成亮亮的，就是我们的竹油跑出来的。什么油？哦，有亮亮的。这个油脂就开始烤了。所以以前常听人家说他要去阿里山烤茶，就是来喝茶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数。当你跟你的主管讲说，我明天要去阿里山烤茶，哎，就是来就放你走。对，红姐这可以的哈，这个已经算是中培是可以，中培就可以了。对，这样可以喝了吧？可以，好啊，可以喝。对，就是很香。它有一个奶粉加热过的香味，有温度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挖出来，把它挖到里面。哇，好香哦！把竹子的水吸进去了，所以它很而且两个颜色不一样哎，烤过的跟没有烤过的，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哇，这个应该不会要塞嘴巴吃了，真的。怎么样？这个味道我没有在其他的食材不知道怎么形容。没有，这味道我没有办法再比拟用什么其他的食材，它有一种香，但它苦味多了一点点。可是我们泡的时候不会。哦，真的吗？对，泡的时候不会这样。它泡的时候不会。那我们泡出来喝喝看好不好？好啊，来，我们上热水。哦，哇，它一个古色古香的香气耶，熟香的感觉。但是又不失原有的茶香。甘呐，它这属于是甘甜，很厚实。它厚实，这个是一个厚实的感觉，有一个雄厚的肩膀感，很厚实的味道。所以同一种茶，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它就会出现了不同的感觉。对，哇哦，不一样，好妙哦，好妙哦。这茶汤变得很顺。对。没想到金萱茶到了阿里山，竟然变成这样有层次性的喝法。现场舍不得喝的，还能带回家做纪念。接下来不得了啦！我要带你们去瑞丰村找一位奇人。阿里山有一个人，他就收集了很多东西，他收集了很多的宠物，他也盖了很多的树屋，但他有一种宠物是蜂。到底是什么蜂能够这么奇特，而且让它变成一个奇人呢？我们来看看蜂。嗨，默默桑，哎，默默桑，你好。只要到了讲默默，大家就会把它跟日文连在一起。名字啦，名字后面有个魔，魔大家叫习惯的就叫默默，就叫默默了。是。哎，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熟的爱玉。熟的爱玉。一般我们看到有几颗裂，就知道这一整颗的爱玉已经到了采收的时节。哦。对，那我们主要加工会加工大概8分熟跟9分熟的爱玉。那这样裂开了要怎么办？直接取下来食用，它会有淡淡的甜味，然后这看起来好像蛮。什么味？我没有直接这样吃过。它有很淡的甜味，然后有可以马上感觉那个果胶，非常的丰富。就是像那个爱玉嘛，就是爱玉啊。我要怎么形容给你听？就是爱玉啊，有没有透明的短一短，那个就是爱玉，就是懂吗？但你知道它是这样来的吗？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爱玉长什么样。对，它们本身有甜味，如果在开花的时候，如果它是在外面，就会被虫吃光了。对，所以他们为了保护它，所以他们是开在里面的。它是到底属于是水果还是属于花？水果，它是水果。这个外面是果，花开在里面。哦，那现在长出来这个就是它的果实。之前吃过无花果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跟我讲，吃无花果就是在吃花，不是在吃水果。其实吃起来感觉好像对，然后咀嚼一朵花的感觉，很香。所以爱玉这个吃起来也会像这样吗？这个如果吃会，真的、哦，这个如果吃会，对，这一般人吃不到这种新鲜的，就是很淡的甜味，但是你会感觉到那个果胶有粘性。喜欢哎、是这味道好吃哎、但千万不要告诉大家，要不然他就买回去以后就变成是把它放熟，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吃。对，哦，好漂亮，好漂亮的味道。因为它吃完你咬到种子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带一点点红色的味道。默默厂，你这边种好多东西耶，而且听说你也养了很多宠物。是我先带您看那个大家比较少见的水果。水果，对，水果少见。水果，台湾是一个台湾人在台湾吃水果应该都吃遍。因为台湾是宝岛啊，就是对全世界的植物其实大部分拿来台湾都种得起来。对。但是有的它比较适合山上，而且它可能需要的空间也比较大。哦，那市场上你也不一定见过。哦，我最喜欢这种了，在市场上没见过，感觉就会去挖到宝藏的感觉。对，而且是你绝对没有吃过的味道。真的吗？对，跟我来，走。整个阿里山区就好像是一个天然的宝藏，每次来啊都会有惊喜。而眼前看到的这一间间树屋，是 Momo 桑的爸爸花了20几年的时间亲手完成的哦。这里也是他们的祖居之地，现在啊则成为了迎宾之所。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是一般在都市里比较少见到的植物，这次恰巧遇到了爱玉成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这里来，你说的是这个？对，哈，龟背玉我还种过呢。它有很多品种，对，就是一般你在市面上看到，大概叶子就像这么大，裂开来。它会用来插花。我家里种的那个就是在我的雨林缸里面小小的，还有裂开，因为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那我们这个是会开花结果。会结果？对，像这个是今年上个月刚开完花。对，它这个花这个就叫龟背玉嘛，好，那这个花有点像这个。这里面好香哦，木瓜螺一样。对。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你站在这外面，哇，芬多精，哇，好香啊！这里是芬多精的味道，来往里沾。对，这里是果园的味道，这个这个是它的果实，对，那它外面是六角形，大部分乌龟的壳，对，就是它也是六角形，所以它因此而得名叫龟背玉。好漂亮的植物哦，但是它的果实这是能吃的吗？现这样是不能吃，对，因为它是天南星科的。我们比较常听到天南星科像巫婆玉，它们都是有毒，就是它们本身含这个草酸钙。啊，你吃了之后呢，舌头会肿起来，会发炎。对。但是这个龟背玉它很特殊，就是它熟的时候呢，它的草酸钙会转化成糖分。对。哦，那你有熟的吗？有，旁边刚好有熟的，来。这是熟的，对，它的外面我们刚刚讲，它外果实它外面它就熟了，它们的缝隙就变大了，轻轻一碰它就会掉下来，但是它一天就只熟大概3公分左右，再往下可能就是毒的，再往下就是它的草酸钙还比较强，对，所以你要明天再吃这一块，后天吃这一块，大后天吃这一块，所以这一根你可能要吃1个礼拜。然后它的味道，就是你吃起来，每个人吃感觉不一样，你会感觉你吃了非常多种水果，是不是？对。来，豆哥您看哪里啊？这个，这是蜂，对，它很像苍蝇，又长得很像有翅膀的蚂蚁。你拿这么大一桶，你只抽这么一点点，它这个是酸的，对。待完第1点，没错，草酸不要担心。对，他现在讲话会不会别担心，真的假的啦？真的，还是我先试一下。当然。好，它果肉已经熟了。你该不会就是那个神农氏吧？你先观察我有没有中毒现象。OK。确定吗？确定。
这你一听到说是有那个有草酸钙，像姑婆芋这样的东西，你反而不太敢碰。对，当然是你要吃啊。他说姑婆芋，你如果导演当然要吃啊，这是你找的，你来吃。来，自己拿一块。黑黑的是什么？对，我刚刚也想问。肉的一部分。所以人家是本来就长得黑哦。对你这种语气感觉，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对啊，你自己老公是老外的人，还在那边黑黑的是什么？你难道没看过黑黑的吗？你刚刚不是说你也想问吗？没有，你就先问了嘛。对，我们就有毒。你试试看。没有，会有一点点刺刺的，还是舌尖会有点刺刺的，里头点点，但是一点点嘛。没有，那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感觉不到。我跟你讲，通常在我们这行，就是导演的话，你大概信60%，对，70%好了。企划的话呢，你大概就信个50%。好，来我们请企划说一下什么味道？有凤梨的味道。哦，好。再来呢，我们就可以请这里面最诚实的人摄助，好不好？来，信不信？他的话大概可以信个90%了。黑黑的是什么？刚刚正常现象，不要有歧视。然后，这个毒性大概多久会发作？3天啊，没有。OK， 怎么样？什么味道？一样很熟的香蕉。很熟的香蕉，你看有很熟的香蕉，然后有释迦，然后有凤梨的味道，菠萝蜜，就这3种然后你是吃到菠萝蜜？对，来换我。身为一个敬业的主持人。哦，刚下去的时候好像跳糖哦，会有一点点的，在舌头上会一直弹呢。那好像跳糖哦，它就是那个草酸钙嘛，对不对？对，它会有微微的一点点，对。但是如果生的时候是不能的，就是它还没熟，还没成熟。不要再演了。来，给你吃一个，哪边可以给他？这边都可以。这边好吧？没有。感情都显现出来了。不会，我感情超好的。来，给你。真的好吃，来，大哥来一下。如何？吃一下，真的很好吃。真的，自家的口感，可是那个果香跟你们都不一样。对，我吃到了，我形容不出来，也有感觉就是综合水果的感觉，很像综合果汁啊，而且我还吃到有一点拔辣的味道。哦，比较熟的拔辣，对，有一点点拔辣的味道。哦，好酷！这个我真的没吃过，你说中了，这种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你看。台湾呢，四季如春，然后呢，这个整个的环境里面有太多的物种，有太多的文化。你在台湾，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知识。这龟背芋的果实有个有趣的俗名，叫做浅尝即止的蓬莱椒，一次熟一点，一次吃一点。不过它确实香味强烈，风味甘美，可惜无法普遍推广，让大家尝鲜。不知道默默桑又要从他家采什么给我吃了。默默桑，你现在在拔什么？豆哥，你等我一下，马上就出来。他又不知道在拿什么东西了。这什么？像鸡蛋一样。这个是挂在树上的番茄。这是番茄，对，这个也是，这我真的没见过打果汁也可以。它吃起来什么味道？来，我们把它切开，我们来先看它里面的纹路。你想不要切到手？它是 H 它不一样人家招狼，它可以停直升机，真的好酷哦！你看它的纵切跟横切是长这样子哇，它是番茄，吃起来像番茄吗？它里面像番茄。那豆哥它为什么叫素番茄？您知道吗？来，我们把它捏软了。好，我们把它捏软了之后呢，好，就是里面它是番茄。对，捏软了你怎么吃呢？这边咬一个洞，用素对，给它素开，就素番茄。叮咚，正确无误。哎呦，你看，是有慧根这山里跑的人就是有慧根，好吗？一看就知道了。那我们先吃一般吃法。没有皮不要吃，可以吃没关系，可以吃 ，OK。
你还是学我这个素番茄。你能不能讲话讲早一点？你不要人家都放手，不是，你也咔嚓讲哎啦。这一次我观察没有中毒哦，真的哦。对，我们刚刚是从毒性强的开始吃的。真的？对。哇，好吧，哎呀，番茄到底是菜还是水果？是不对？很多人都在讲这个问题，番茄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菜。你觉得是蔬菜？是蔬菜吗？是蔬菜吗？对啊。应该算那就蔬菜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常常会觉得，但是这个吃起来像水果，它有番茄的味道，但是还有果香。我不会形容，它有一个百香果的香味。今天吃的东西味道层次都很丰富。奇怪，你中国东西怎么都那么怪怪的哈？都是一般我们真没吃。我在台湾住这么久，40几年呢，我没有吃过这个素番茄，那个该用素对吧？对，你知道我还有吃过一个东西，我这样吃，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奇异果。哦，奇异果我也喜欢这样弄，捏软，它叫做素奇异果。好的，阿雪，感觉还在弹奏乐器。哇，有百香果的味道，哇，哇，这层次，哇，这层次真是美耶，哇，好多，你家里是这么多宝啊？对，是兴趣，兴趣，然后也把这个环境弄得漂亮的。对。然后反正我们在这个海拔1000多的地方，也充满着芬多精，是每天走出来都是绿色的植物。我感觉我的老花好像有点好了。身居山中不知年，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被青山围绕，每天跟客人介绍花园中的这些宝物，不管是香味浓郁的龟背芋，还是成熟开花的野生爱玉，亦或者是这些挂在树上不太像番茄的树番茄，都着实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某某，你家的宠物可以带出来秀一下了吧？来，豆哥您看哪里呀？这个，对，您看这个是，这是风。对，您看它现在刚飞回来了，它带了花粉回来。对，这怎么看起来比较像苍蝇？您可以近一点哦，对。它会不会叮人的那种？不会。好，所以呢，它您不用担心，它的学名它的名字呢刚好就叫无遮风。无遮风，在地人称它叫火心芳。火心芳啊，那这个无遮风它本身没有遮针，对，那它是台湾也是少数会酿蜜的蜜蜂之一。哦，你说它有蜜？对，它有蜜，而且它的蜜很特殊。那它这个无遮风，它在台湾它其实数量已经很少，因为栖地的破坏，然后加上原生种，原生种哦，然后加上它对于蜜源的植物它就是它比较挑。就是不是所有花它都愿意去采蜜，然后它遮，你确定它不会遮人？不会，你手可以接近，它不会。它就是不会上来。一般来说，我现在相信它不会遮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般来说，你只要到了蜜蜂的口，你这么近去碰它，它早就已经在那边把你叮得乱七八糟了，对不对？它要保护家园。它这个是它的那个蜡对，它的起降甲板就是方便它出门，有没有？先可以做一个预备动作。跟那个采花粉回来的，它有一个降落的地点。下来然后从那边出去。对。哇塞，我真的没看过这种蜂它很像苍蝇，又长得很像有翅膀的蚂蚁。对，就它其实瘦瘦的，对，没有苍蝇那么胖啦。对。台湾无遮风主要生活位于在700公尺到2800公尺的中高海拔山区，他们主要工作是在植物间授粉。阿里山一带因为自然条件较好，也比较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某某桑说他们也会采蜜，今天就要来开箱尝尝看。等一下，为什么这个我们蜜要来这边？他刚刚那个没有蜜。有，但是那个已经开过了，就是对，我们有取一点点。OK， 那这个还没有开过的。对，那在我们这个阿里山山脉地区，我们都是用这种
木头，然后是挖空的，然后这个是蛇木板，笔筒树的那个，对对对，就笔筒树的，那它比较透气，然后外面用这个粘土把它粘起来。那现在对，我们是房东，现在来收房租了。对，哦哟，当房东的概念还不错，而且这个收房租还不用看时间，你随时想收就来收。对，但只是我们收都取一定的量，对，你不能收太多，当然收太多就变。这跟大自然的那个规矩跟规则是一样的，就是弱水3000，只取1瓢饮。对，你只取你所需要的。对，你拿太多它就搬，它就没了。你算二房东，他就不来了。恶劣的，他是大家大不货，算了，卖过来了这样。是。哦，好。那这要开吗？对，现在我们就来作业。好。自然界能够生生不息，就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某某常说，在阿里山的邹族部落，家家户户屋檐下都会有个蜂巢。好奇的是，不知道1年可以收几次房租呢？这多久要开一次？大概？这个大概1年顶多开1次到2次，因为它的产蜜量比较少。那一般我们养那种蜜蜂，其实蜜源充足的时候，2个礼拜多一点，你就可以开一次，就可以采收一次。那你现在在这边，它前面也不会有什么躁动还是什么的？它比较温驯，比较温驯，就是我们也是尽量不要影响它太多。其实它也坏不起来了，因为它就无遮嘛。它要保护它自己的时候，它会去咬植物的这些树的胶来粘你，用粘的。里面会是长怎么样？我也很期待。因为我们以往看过的蜂巢都是一格一格的，叫蜂巢嘛，应该也都大同小异吧？我想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般的蜜蜂是等一下，那我们到底吃的到底是不是蜜呀？它也有蜂蜜的味道，只是它的味道层次会不一样。哦，真的哦。我现在终于懂你们这里为什么是奇人了。你看哦，重头戏来，人物就是要等它。在我们泰拳园这边有一个叫万路朝凤，有没有看到？来，在那里有啊！有没有？有没有骗你？黄头路万路朝凤。待完第1点。哇！他现在因为他大哥，你先下来一下。有一种焦糖味，对，有一个焦糖的味道，也有一点点烟熏的感觉。那这是它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有破坏到它一点点的巢。那一般我们的看到的蜜蜂是一片一片，然后对6角形的。对，它这个不是，它是一球一球的，像时空胶囊一样。所以一般的蜜蜂，我们在取蜜是可以用一个离心的机器把蜜甩出来。OK， 这个不行，这个要秘密武器。什么东西？这个秘密武器呢，就是噔，这是针筒，然后用吸的。对，怎么吸？来，我们来试一下。好，其实你可以给我一根吸管。也可以。好，来。大哥浪费了啦！来，只有这样了。先来，只有这样，你太小气了吧？它的蜜量不多，人家你拿这么大一桶啊，你只抽这么一点点。他现在已经在攻击我了，他开始黏我，有没有？他开始黏我。他不会下来。你可以直接吸了，没关系。醋那不行了，太少了。啊，他已经开始在咬我了，他会咬你哦。有他在咬我。对，他会开始攻击你。所以我们待会就把它。果醋是果醋的概念。对，所以它是偏酸，甜中带酸，有没有？对。某某家的食物味道都不一般，现在连蜂蜜
竟然都可以跟果醋一样酸甜酸甜，完全颠覆我对大自然的味觉标准。某某桑说，其实是因为一般的蜂蜜是果糖与葡萄糖，而无遮风的蜂蜜却有高达85%的海藻酮糖。这么好的东西，吸管那么一点，怎么能够满足得了我呢？直接吃整颗的才像是我的作风吧。哇塞，默默桑，今天这个是，这真的我没有吃过这样的蜂蜜，完全没有。对。豆哥他这个无遮风，它就是像这样，对，做成一球一球的，像时空胶囊一样的。对啊，这个是什么？它是花粉吗？还是哇？你看这里面哇，对，这样算2球，这边1球，这1球还没破嘛，还没爆，对不对？对对对，它这个是植物，它去咬植物的胶，然后对弄成它的草。这对我们来说，外景人生哦，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叫做职业伤害。那也会有，就是这个职业带来的一些惊喜你知道福利，这是福利来的啊。对，这个就是这有钱也吃不到的，吃不到的。我们会密切观察你的反应。哇，它这是酸的，对，就是，而且它酸的感觉很妙，它不是那种柠檬或醋的酸，或醋不是，都不是那种酸，它有一个很独特的酸味。对，而且它酸甜的，有一种花香，是花香，它是蜜，味道层次就很丰富，在你口中爆开了这样。对，好像有一种我已经飞到了那个阿里山的林间，然后哇，就是这朵花的蜜，哇，又有那朵花的蜜，哇。哇，沐浴在这森林里面的感觉，哇，这是迷幻药。你知道这有多甜吗？这个甜是甜到一种哇，你想吃是不是？不给你。好吧，他最喜欢吃甜的，给你一点，你喝一口看看。你喝一口，不用，你不用喝的。味道很难形容。今天的味道都很难形容，怎么办？而且我嘴巴好像松香哦，它是口香糖，然后咬下去的时候，你不敢整个很用力的咬，它又不像是我们这种口香糖化学的那种胶的，你用力咬它不会断，这一咬它又粉粉的糊开来，但是它又会粘在一起。而且当你咬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啊，再加一点点蜂蜜，好迷人哦！这个味道好迷人哦！哇，某某桑的家真的会让人有想一来再来的感觉，因为每次来他都会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才出去溜达一会儿，回到泰兴村，跟着陈小弟采了笔筒树的嫩芽，说是洪大姐要拿出她独家私房菜来招待我。哎呦，那我就不客气喽，开动！来到茶村就是要吃茶，而且还可以在茶园里吃茶。早期妈妈她在做茶餐的时候，她就把以茶入菜，所以来去推特色村落的餐点啊等等这些，然后甚至就是让我们村的知名度打开。这是用茶泡的，这是金萱蛤蜊汤。金萱蛤蜊汤，它完全是没有油分的。这个金萱它的味道跟蛤蜊还蛮搭配，真的，真的，而且很清爽。其实这个金萱蛤蜊汤，它也可以拿来做茶泡饭的一种。对啊，它的汤可以啊，可以有咸有香，然后又再撒满上面蛤蜊，其实它也是个很特色的东西。对啊，很棒，很棒，很棒。其实茶对一般人来说，它就有一个解油腻。那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菜里面，它就会把那个油腻的感觉降低了。会，对不对？会把油腻感降低。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笔筒树啊，笔筒树的哦，这个好，它蛮固味的，它里面铁质也高，然后胶质也高，也很保护我们的肠胃道。笔筒树其实是整株都能用，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介绍到笔筒树它那个发出来的芽儿嘛，对，可以它那个上面有刺，把它排一排，它可以拿来磨很多的泥，
你看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它有一点点。我跟你讲，回头去找那个台湾第一的 YT 频道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个是什么？茶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茶园里面的茶叶。哦，是哦。现摘现煎，试试看。这个是金萱，这是无毒的金萱。哇，有哎，有一个甜甜的味道，而且里面我还放了一个，就是茶油煎茶叶。茶油煎茶叶，它有一个茶油香、茶籽油香。啊，这个呢？那一个是茶叶梅子豆腐。茶叶梅子豆腐，对。哦，对，山上也有很多。以我们的茶梅入菜。那个是 Q 梅。对 ，Q 梅，还蛮好吃的。哇哦，豆腐煎过之后再来跟它勾芡。会不会有一种，我试试看，会不会有一种糖醋的感觉？哎，其实有点像，它是酸酸甜甜的。只是它的酸是梅子的酸，对，不一样，咸香咸香的，它是梅子的香，就是梅子香，加上茶叶的干苦苦下去以后，它整个的那个化学效果非常的好，很多汁，很 juicy， 所以哇，这会让人一吃再吃哎，对，会很好吃，而且很开胃，哦，这个对，这很开胃菜，非常开胃的开胃菜，这个拿来拌饭也很好吃，完全呢，很对味，这个呢？咖啡芋头排骨，咖啡，对，重头戏来，全部就是要等它。在我们泰拳园这边有一个叫万路朝凤，有没有看到？来，在那里有啊！有没有？哦，有没有骗你？黄头路，万路朝凤。台湾第一点，我们旁边这个都是咖啡豆，然后这个是咖啡叶。哦，好香哦，好香哦，这又不一样了，好像甜点，对，它有一点这个感觉，好像甜点哦，好像那个咖啡卷的感觉，很像甜点，非常像，它甜甜的，它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来配茶刚好，有一点甜甜的，有点咸咸的，又有咖啡香，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个了，我真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来。这一对，你来做的，好好吃哦，这个甜点。然后这个咖啡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咖啡下去用的。哇，这个好，棒。其实每道菜我都觉得只要有茶叶下去，真的都很棒。其实茶叶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你说？它可以解毒，怎么说解毒？解什么毒？解心理的毒。当然了，心毒、外毒、内外毒。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看以前的文人，我说嘛，文人喝茶嘛，武侠也喝茶。喝茶可以让人有一种就是瞬间这样轻飘，就定下来，喘了一口大气，可以在这里禅坐，好好的安静下来，让你再重新思考一下。跟喝酒的感觉不一样，跟喝咖啡的感觉也不一样。可以来这里茶园里面喝茶禅坐。不要禅坐，我坐不住，我这个过动了。你只有让我在那边喝口茶，看看风景，前面有黄头鹿什么飞过，然后这样哇，黄头鹿会从我们头上飞过。对，真的。说到黄头鹿，我可没忘记此行的目的。洪大姐说，若是要提到泰兴村，谁最了解黄头鹿的话，简村长说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而且听说还要等到傍晚4点到6点的区间，才有机会一睹他的身影。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找村长就知道了。村长你好，哎你好，你好，辛苦了。我们这样啊也不辛苦，就是来到阿里山这边呢，又有一个新的认识。是，但是从头这样玩出了不一样的阿里山以后，是。现在重点全部就是要等它黄头鹿，在我们泰拳园这边有一个叫万路朝凤，是。这个看的几率高不高啊？看的几率蛮高的。我怎么听说有的人来，然后搭游览车上来，又再搭了游览车回家，来这里住了3天2夜，就等于是来喝茶又回家。60%，只有60%。对，有来13号没有看到的鹿，白鹭鸶、黄头鹿，在台湾基本上你是应该蛮容易看到的，但是你要看到整群这样来的几率只剩下60%。是。哇塞！所以只能等哦，要等。它就是看天气状况哈。
如果东北季风的话，它就会飞。如果说套南风，它就不飞了，都不会这样子。哇塞，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种就是你在台湾你要钓鱼很容易，但是你每次都钓不到。现在我们要等黄头路，我不要有那种钓鱼的理论，不要再让我钓不到了，还去等等看，太新了。黄头鹭是全世界上分布最广的鹭科鸟类之一。它们在台湾虽然终年可见，但每年秋冬季，它们会移居到比较温暖的南部渡冬，来年春天才会回到北台湾繁殖。奇妙的是，它们身上没有仪器，却总是会经过太新村这个山谷中盘旋。很多人等了几天几夜，也不见得看得到一次。不知道我今天够不够幸运咯？来，小豆，赶快过来采，赶快过来看。对，在哪里？我都没看到，完全没有东西啊！你等一下再看哦。所以讲咱底下哦，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还没看到因为这边它从那个清水溪流对清水溪来然后来到松毛树溪这个国家单独对，已经多的过来这，所以讲比那边有吗？有。一点我也是要看到。它等下会这样盘进，会飞进来，会从那个象山这边它不是盘上去，来到这边有没有？对，到那个来了有没有？真的来了吗？来了有没有？哪里？有。台湾第一点。有看到？在哪里？来，在那里有啊！有没有？非常漂亮它本身从我们小到现在就已经有这种那个。所以它算是迁徙鸟类还是留鸟？它是迁徙的。是，它是我们往年是7到10月。8月最早是8月23号，8月，然后到10月27号，到18，对，9、10，总共2个月而已啊，2个月，对，只有2个月的时间啊。但是2个月它有来的时段才有40天，只有40天，所以有的来13趟都没有看到，有的来一趟就看到，像我这种第一趟，对，你看啊，对，来，给一个光，哇，对哇，好开心哦，对不对？它不是直接就飞过去，所谓的，它还会盘旋，好，你在那有没有？在盘旋有没有？它在那个盘旋又回来了。对，它是要从那个这个气有没有？它盘旋之后才飞过那个山头。我们那个太清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没有？所以就这边就很壮观，有时候的全村都会套掉。又来了，他们都会分批的嘛，对不对？对，这一批过去，然后等一下再就不同批了。它越盘越高了。对，越盘越高，所以它盘旋。它气流现在比较矮，它气流矮所以盘旋。对。如果在无动力的情况，你要盘上去，你需要靠气流。对，那像鸟类很厉害的，它已经开始盘到上面了，有没有？你看，它们有时候一定也会在这边上升嘛，也会在那边上，会在不同的地方做上升。大部分上升就是在那个山头这个这边，但是次次对比一次还高，对不对？一次比一次高。你看它现在又绕回来，也是绕过来，然后你看再敲的一圈过来，顺时钟的概念，它就这样一直向上盘上去。所以很壮观哇，漂亮哦。那万路朝凤的凤是什么？凤就是我们太清眼这边对，它是从这边飞过去，对，然后太清眼这个地方是凤凰蟹。以堪舆学来说，它是凤凰穴。对，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凤凰穴。就是凤凰穴。对，所以所谓的万路朝凤，就是在这个季节8月23到10月27的时候，它会从云林的那边直接飞过来到我们太清园这边，就是万路朝凤，万路。然后他带头那一个，是最年轻的。这个蛮不一样的，好像本来都是应该由长老带头，对不对？我们上课他是最年轻那一位在带队。为什么？因为但他的经验值也一定没有，就是一般是有经验的，还有是什么那个中年人对，但是他不是，他是最年轻的。这值得学习，真的。他什么原理不晓得。我觉得应该就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对。我还在盘前有没有？一次比一次高，又高了上去。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